定。谁？丁先生，有人说话。这里的气息本不清，被傀儡的瘴气影响，变得更加浑浊。所以你一定要清醒精神，不受它影响。他为你疗伤，运送功德，背上的伤上面的大要咒你如何？天然之法尽是如此。胡言乱语，不可能！有何不可？他是神，身负天下，他不能动私情。他不能动私情是他的事，你怎么办？你是圣人，没人规定你不可以动私情。既然他需要克制，那你主动不就好了？滚！既能让他不犯天道，又能满足你的一己私欲，就在这个世上，没人会知道的。你从来只会压抑自己，克制自己，一心只想守护灵界族民，捍卫天下僵尸。你可曾有一天是为自己活的？一生就放纵着彼此，就在这儿，没有人会知道的，天道也会不到行止的头上。这是你是人，一时的克制不住。你很爱他，他也是人；你很爱他，他也是人。你还不知道，神人，你看啊，神人，看我，神人。今日能以反噬，城池刮骨，你拦不住我！从前从没觉得三界有多大，而今时今日，我竟然连一个东海都寻不完。星辰，这便是你听到的冰封东海，也是他半上山心头花的由来，更是他的不堪回首和难以忘怀。这就是你的这一离开结的果。千年过去，还不够吗？天道诞生，若不想你们动情，却又为何赋予你们七情六欲？天外天，上古时，一个个离去，只留你一只骨，打破它又如何？这天道为命又如何？你故意引诱我，在这阵法里看到这一幕，意欲何为？我能看到的，我能让你看到的，不过是人的渊源路，这些就是行止力，是他挥之不去的心魂梦魇。而我是你心中的人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你，不是，我就是你想又害怕做的自己，不是你，留下。
定心神，知道吗？对不起。你为何与我道歉？若你我不曾相遇，我从未爱过你，你我也未曾就好。阿离，我活了这么久，数万年的光阴，可最让我庆幸的，就是遇到了你。可是你遇见我，你便受到了天罚。我受到逆天惩罚，并不是因为遇见了你，而是因为这一下。我很冷静，我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不许来！如果选错，那也是我的错。星矢，东海之上，你涅槃未成的那最后一刻，我以为我会死掉。那时候，我最后想到的是你。从今往后，我会一直在，不管天崩地裂，神灵会一直在你身边。
么久没来后山，那地方在哪儿来着？我拒绝过，可上天还是不曾放过我。阿丽，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若只是动了情，未曾行逆天之事，便也不会受到天道反噬。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先想办法出去吧。金娘子说有人攻山，怕是……沈莲，我活了这么久，也就只遇到你这么一个女人。你在想什么啊？那事儿之后，你可以立刻跟我翻脸，谈正事，还没有半点含糊。先前我还未曾注意，但这一回，又见到那些散发着瘴气、如同傀儡一般的人，倒是让我想起一段往事。当初魑魅祸乱灵界，你听说过吧？听过。数千魑魅出现于灵界，这并非偶然，乃是由上一届灵尊6名以秘术炼制而成。6名觉得仙界无能，不甘心与仙界平分天意，欲灭之。然而遭受朝中大臣的极力反对，以恐损灵界族民之由打了回去。6名心有不甘，私下炼制了数千魑以攻打仙界。当时魑魅的数量过多，力量过于强大，致使他无法掌控，从而有魑魅之祸。灵界无力抵抗，便传输给仙界，天君才来寻我，便有了之后封印魑魅一事。当年与蝎尾狐一战，便弄得我灵界战士狼狈不堪。可想而知，这数千头魑魅的力量有多可怕。
而这竟然是被一个人炼制出来的。而那人，若是没有你的封印，只怕会害尽苍生。当年初下灵界，我首次与魑魅对战，不知道他们为何物，但我发现他们很难被刀剑法术杀死，即便他们被杀死，也会变化成一股黑烟，被附近的魑魅吞到腹中，从而增强另一只魑魅的力量。若是如此，封印他们确实是最快的方法。而此前，我为此感到抱歉。你有没有想到什么？什么？极难杀死，黑色瘴气，行为疯癫。那些傀儡，还有追来的黑衣人，也是类似于魑魅。我们第一次在锦绣城跟他们遭遇时，他们或许尚未做得完全，但一次又一次的接触下来，倒是让我觉得炼制他们的人技术见长。浮生，他为什么会知道炼制魑魅的方法？又为何会知道你的止水术？他究竟想做什么？依我看，浮生此人未必知晓全部炼制魑魅的方法，否则他大可直接炼出魑魅，又何苦折腾出这么些，看起来还像是个半成品的傀儡。他应是知道一些，而我记得6名已经被我斩于剑下，世上不该还有谁记得炼制之术。而所谓的止水术，在我看来是凝冰术，你说过。对，没有神力，如何操纵神术？至于他们如何知道神术，你可还记得顾城锦？记得。顾城锦，景言，是动了私情的青叶被夺去了神格，是你的挚友。是啊。止水术是我的术法，但我却教了一些给青叶。而顾城锦那时，浮生他也出现了。兴许是他设法窥探到青叶那些关于神明的记忆。止水术，他可能学到一点皮毛。现在想一想，当时有许多事都是他暗自动的手脚。烧你的院子，小河的忽然发疯，都有他一份。那你说，他要做这些事，他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？他的目的是续天渊。彼时魑魅逃出，重伤边界守军。而后不久，你便来灵界重塑封印。再不久，人界地仙山灵被相继抓走。虽不知他们抓山灵地仙的具体目的，但必定与浮生造出半成品的傀儡有关。那时我还在锦绣城中，我与被炼制成傀儡的子夏交手。想来，他这些炼制魑魅的方法，皆是来自于续天渊中。
那么多的事情，当时看来不过是表面的模样，好似一切都是自然如此。原来在表面之下，竟还有另外一只手，在推着事情发展。那这些事儿，你一早便知道。我也是待线索多了以后，才慢慢把事情串联起来。那我们要快点出去。我要回到灵界，尽快禀报给灵尊，做应对之策。7年前，我封印魑魅之后，元气大损，无力再掌管灵界。你的师父沈沐月成了现任灵尊。我对他不甚了解，但我敢肯定，他有世脉。灵尊会欺我瞒我，但绝不会害我，我相信他。你若是也会如此信我，那该多好。那不一样，他与我来说亦师亦母，没有他我活不到今天，所以他就算是欺瞒我一生，要了我的命，给他又何妨？我怎会让你把命给他？事到如今，你让我怎么舍得？金娘子不是说与我们来会合吗？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她不会有事儿吧？这你根本就不用担心。不说别的，论逃命的本事，他是1等1的好。哎呀，奴家这好不容易才脱身，这还想着下来救人呢，便听见神君这样说奴家，这是好让人伤心啊。奴家不依，神君得与奴家道歉才是，不然奴家就不救你们出去了。如此，我便不道歉了，你自己回去吧。哟，神君这是还想和妹妹待在一起呢，那奴家可更不依了。好了，赶快吧，带我们出去。走吧。刚才在里面，你没有被欺负吧？没有。没有啊。神君一身清正，这些邪念自是无法造次。快走吧。妹妹，你的功力恢复了，你是怎么治好的？小心！这些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下可糟糕了，这不可能啊！他哪来这么大的力量，把我的封印都冲破了？依我猜测，或许是他们吸食了我们的情绪和欲望吧。神君，你的欲望是有多强烈啊？你这可把奴家给害苦了。
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为何你如此害怕？我才不怕呢！奴家好歹也往这里面扔了上万年的脏东西，这时间一长，它们就凝出来一个形状，就像是奴家的一个分身，所以比较了解奴家的弱点。哦，既然如此，那你也不能与他对阵，由我去收拾他。妹妹，你此生如此有担当啊！好好说话，不要做没有必要的举动。哼！妹妹放心，奴家收拾得了。他就是麻烦在最能蛊惑人心。你们在里面的时候，定是中招了吧？行了行了，那奴家要去抓他了，就不送你们了。你们顺着这条路出去就好了。走了。哦，对了对了，我刚才在外面的时候，跟一群冒着黑气的怪人打了一架，打完我才发现，我的内丹被他顺走了。虽说我要不要那内丹都没有什么关系，但凭什么白白给了他们？我不管，你们得去找他们算账，给奴家讨回来才是。走了。哎。浮生，他们为什么拿他的内丹？日后自会水落石出。我们走吧。竟真的是他，竟然还活着！我去禀告天君，快去！神君，这是要去天外天，神君请留步。前些日子因您在东海处行事稍激，天外天有所松动，现在回去怕是不好吧？神君留步。神君，你这真的被神君，你糊涂啊！这个逼苍王真是祸害1000年，神君如此行事，怕不是着了那神灵的道？哎，说不定这还是灵界的阴谋呢。对啊。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，你也有这么一天，被认为是祸国妖精？神君，这种情况下你还能开玩笑，一点都不好笑。李苍王，东海涅槃，乃是3界一大幸事，我等也知知计难觅，但世间难有两全之时。望神君谨记重责，连3界疾苦，苍生不易。愿神君自断情谊，以报天下安危。望神君连3界疾苦，苍生不易。愿神君自断情谊，报天下安危。你看，没人愿意祝福我们。 3界疾苦我知，苍生不易我也知。只是行止，至今从未做过伤害过苍生的事。众仙家以从未发生的事来论行止的罪，实在不该。那神君前些日子在夏季，以止水术冰封东海10天10夜，违逆天道，以致神体受损。天外天已有所松动。 瓦石覆下，穿9重天而过，落入下界。虽未伤人，但却让万顷山林被毁，连绵大火在人界山中烧了整整半月。雷以百击的山灵土地，连日施法灭火。敢问神君，此事可否论罪？此事是我的过错，理当论罪。 那神君作为最后一位尊神，如今天外天已与神君身体紧密相连。这一次，神君寻回碧苍王，只是令天外天落石降下。那下一次，他若再遇意外，神君你岂不是要拉着整个3界来陪葬？敢问神君，苍生如何能安？神君莫怪。 雾元仙君性直严厉，但说的不无道理，还望神君三思。
神君三思。碧苍王，你忍心眼睁睁看着神君万劫不复，三界因你陷入动乱吗？此件事是我一个人的错，跟碧苍王毫无干系，还望众仙家不要胡乱指摘。再者，行者有错，但只错在妄动神力，违逆天道，而并非错。不服者，借碧苍王的话，尽管来战。天君与众仙君所言，沈离心中自有分寸。神君有神君的想法，沈离也有自己的原则。当务之急，还是要先解决天外天落实的事。看来碧苍王还有分寸。眼下天外天落实一事，确实耽搁不得。望神君，连三界疾苦。望神君，连三界疾苦。我到仙界，就是要回天外天，解决此事。这次解决了，那下次呢？下下次呢？又该如何？你们二人，我与仙界众仙绝无祝福。怎么了？这便急着找回你的原则了？此前我没有出声，但也不代表我赞同你的想法。你跟我在雪山已经……雪山是我的错，我当时便认了。既然你都认错了，那你不打算负责任吗？抱歉，我不负。好一个负心汉，薄情郎啊！我的想法
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你是知道我的。以后的事，以后再说。这件事在我这儿没有回旋的余地，不管是以前还是以后。先去天外天吧，如你所说，解决天外天落实是当务之急。这个忙，你总得帮我。走吧。去守好南天门。是。你是何人？灵界的人吗？我是灵界碧苍王的侍女，找星至神君拿回我家王爷的枪。碧苍王侍女，你家王爷好大的本事，把神君迷得神志不清。他已随神君前往天外天，断枪取不取我不知晓，但我看他已把神君的心都给取走了。王爷，你说什么？我家王爷他还活着？他何止是活着，他可活得太好了。我要见我家王爷。仙界岂是你想入便入的？此去请了灵尊守御，再来找你家王爷吧。你此前都是从这里进入天外天的。他们灵位的所在之地，自然是离天外天最近的地方。天外天从不允许神明之外的人踏入，你带我进去，可会遭到天谴。这我也不知道。你怎么会知道没有其他人上去过呢？从古至今，爱上别人的上古神，我又不是头一个。是不是与你身上的伤有关？不能再让它坍塌了。
孙芷。有机，千行为一。你的身体，这不就拉住了吗？你看那些仙界众仙，动不动就拿三界苍生来逼我。纵观三界苍生，还有何人受桎梏如我？你位于高处，受苍生爱戴，得天之大利。这三界，又有谁受供奉如你？哪有什么便宜都让你占了的事？我就是抱怨一两句罢了，这也能换来一顿教训。在灵界，我吃穿皆是受他们供奉而来，我没有别的本事，唯有用武力来护住灵界子民，让那些心甘情愿供奉我的人得以平安，也算是对得起他们。行者神君，你我或许有生而就要做的事情，这是责任，也是使命。你以为这些道理我不知晓吗？我喜欢你，我比任何人都渴望与你在一起。我想跟你回到那个院子里，我们坐在葡萄藤下，吹吹风，晒晒太阳。我此生只爱过一人，那人皆是你。我有的时候因为喜欢你，而变得连自己都快不认识自己了。但我很明白，感情并不是我活着的全部理由。我有我非做不可的事，你也有你非承担不可的责任。所以，不是全部理由，但至少是你活下去的其中一个理由。这对于我而言，并够。我的责任，我自会承担。你要完成的事，我也会替你完成。若什么都要你做了，那还要我来干嘛？你就在此安然无恙便好了。荒谬！既然天外天的落实已经被你掌控，那我便回灵界了。不会放手。岂有此理！我做什么为何要征得你的同意？我会心疼，
我会心疼。那些危险的事，就交由我来做。行止。我并非任人把玩的雀女，不能囚在牢笼里。这样说，星芷，你的身体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所有你都生气，这么做至少让我安心一点。在这儿好好休息吧，我的错我自会承担。你，我要留下。三界，我也要护住。他当真是个混账东西。你说你真的很不靠谱，让你看着神君，人神君都回来了，你都不知道。我哪知道他们这么快就回来自投罗网？还有先前让你跟着黄爷爷去南天门，我都听说黄爷爷跟神君差点在南天门打起来，你都不知道。那黄爷爷让我跪着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这没有神君的气息啊！他和沈离当真来了？哎，看来你们也不认同我这样行事。但我只能这么做。神君，你还好吧？碧苍王呢？哎，对啊，不是说沈离与神君一同过的南天门吗？他在天外天。是王爷想自己留在天外天，还是神君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现如今他只能在天外天。神君，你这是把他囚禁在了天外天？囚禁？你这么说的话，那便是了。神君，这怕是不妥。此事是我一意孤行，谁也拦不住。天外天落石蕴含着天外天的灵力，我不能放任它流落到下界。我要一一把他们拾回来。要是没有别的事的话，你们就……天外天落石，我随神君一同去。但下界若有图谋不轨之人，打着天外天落石的主意，没事，我这段时间锻炼了一下我的进化之力，或许能帮上忙了。哪怕只是帮神君确定那落石的位置，这样也能加快收集速度嘛。如此也好。神君，你这是加强了我的进化之力，就当做是我对你的谢礼吧。大人，您终于回来了。我离开的这段时间，
有没有仙灵两界的人追查来啊？大人，仙灵两界最近因空中落石的事，忙得不可开交，并未前来。你以为这样就能控制住我吗？是星矢那套法术，上古神的确有几分本事。再用最后的力量来困住我，为什么？我跟你说过了，不准在伤害神力。一个神力，竟让你忘却了生养之恩吗？你心头血喂养我，让我为父报仇，教我以后面对世界。但你并非真正拥有血肉之躯，不知世界并非只有忠诚与仇恨。若早知如此，1000年前我就不该冒死把你救出来。这些年，我已经醒悟得太晚了。你可叫奴家好找啊！天外天的石头都快砸下来了，你还有时间抓我？哼！别说是天外天的落石砸下来，就是整个天塌下来，老娘也要抓你！也不管这些破石头，待这些石头落下来，这一城的人可都没好果子吃。收拾这破石头是别人的事，收拾你却是老娘的事。你本就是我的欲望孕育而生，还不知道老娘的脾气吗？想用这事逃脱，没门儿！行者也敢坏我的事！哟，这是哪来的凡人修仙者？竟然还救了奴家呢！方才情急之下贸然出手，现象看来，仙长并不需要我的帮助。居然敢不听完奴家的话就走！快起来！
得了一时，也救不了一世。天外天落时，上面怕是出了大乱子。你现在救人，没什么用。至少现在心无愧。快走！你能救多少？能救多久？无愧于心。能无愧到什么时候？唉，算了，看在你今日也算帮了奴家的份上。看来上面也不算是太乱了，该负责收拾的还是在负责。遇见我，算是你的机缘。灵尊，天外天落时撞入了被灵界遗弃的旧城，并未造成灵界子民伤亡。灵尊，徐天渊呢？自从上次神君重塑虚天渊五行封印后，虚天渊一直很稳定，并无瘴气泄露。此次天外天落时，也并未殃及虚天渊。好。灵尊，谁的丫头，还是这么没大没小，什么地方都敢乱闯。罢了。枪药回来了。尊上，是王爷，王爷他回来了。你说什么？是真的，仙界的仙君亲口跟我说的，说神君带着王爷从仙界的南天门境。啊，尊上，尊上。见过神女。兰儿何事啊？皇爷爷，何事说嘛？那我说了，你别激动啊。啊，不激动。那我真说了，神君将碧苍王沈离囚禁在天外天了。什么？你敢呀？沈离不是说他有原则吗？办事情他的原则呢？哎呦，这事儿的症结在于神君，不在于碧苍王。啊？神君主动的？糊涂啊！他神君呐，他如此执迷不悟，让我等如何是好啊？你看你总是这么激动，那不激动怎么样呢？让我微笑吗？哎呀，那便上天外天，将我灵界的碧苍王带回去。